你 subscribe 了吗？subscribe 啦，按下去不到2秒钟罢了。顺便开叮咚 bell 吼。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阿 Sam。在新的一年呢，我为大家准备了新的一个系列，那就是阿 Sam Talk Show。拍手。希望今年呢，我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影片。所以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以下所说的是本人收集回来的资料，如有错误，敬请原谅，可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。相信大家对华人农历新年都非常的熟悉，这可是我们小时候非常期待的一个日子，因为在这一天我们能够收到很多的红包，还可以吃很多的年饼，还有汽水。但是你有想过吗？为什么我们要过农历新年？农历新年又有什么样的传说呢？农历新年又有什么样的习俗？现在就让阿 Sam 一一告诉你吧。农历1月1日，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初一，也有一些人叫做1月1号为春节。讲到过年，其实这个叫法也是有故事的。在很久以前，有一只叫做年的怪兽，头上长触角，非常的凶猛，常年都是住在海底里面。但是每到除夕，这个年就会从海底爬上岸，它就会到处去伤害人和畜生的性命。我是比较好奇啦，为什么都是在年除夕的时候才上来呢？平时天不可以上来的咩？ But anyway， 那时候的人每次在除夕的时候就会跑去深山里面，为了躲避年兽的攻击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村外老人就来到了那个村子，每个人看到村外老人来到这个村子，都劝他快点离开。但是这个村外老人怎样劝都不离开，所以村民们没有办法，只好自己跑去深山里面丢下老人在村庄。到了半夜，那个年兽终于爬上岸了。可是当年兽爬上岸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有一间屋子的门口贴了红的纸，然后里面的灯也开得非常的亮。年就非常的害怕，他就试着走进屋子里面，然后突然间听到乒乒乓乓那个很大的爆炸声，就被这个爆炸声吓跑。原来年兽害怕红色，也怕灯火，更怕这一些爆炸的声音。到了第二天，所有躲在深山的村民就回到那个村庄，他们就看到那个村外老人一点事都没有，他们就很好奇。所以村外老人就告诉了他们年的落点，也教他们怎样驱赶年。从此每一年除夕，每个人的门都会贴红对联、放爆竹，还有开灯守夜。初一的一大早也会向亲朋戚友家拜年，演变了今时今日华人最隆重的节日。古时候春节有很多的传统习俗，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了，在习俗方面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多，但是有些习俗我们还是照样会跟。那么那些习俗到底有哪些呢？这些习俗又代表了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扫尘。每年从农历腊月28日到年30，这段时间都称为迎春，也有一些人称为扫尘日。没错，就是每一年过年我们大家都会做的大扫除咯。按民间的说法，尘与尘谐音，新春扫尘有着除尘不新的含义。它的意思就是要把一切的穷运跟晦气通通扫出门。所以每逢春节来临之前，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家里，干干净净的迎接新春。第二个，贴春联、倒贴福字。这个习俗呢，起于宋代。每逢春节，我们都喜欢在家大门上贴上红色的春联，来为这个节日增加喜庆的气氛。在贴春联的时候，一些人还会在大门上、墙壁上贴上大小的福字。通常我们都会把福字倒贴起来，意味着福气到来了。第三，守岁。除夕夜守夜算是一个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。传说
年兽害怕灯火，所以每个人在晚上都会把家里的灯打开，以驱赶年兽。后来除夕夜就变成了全家团聚，一起吃年夜饭的日子。饭后大家都会围在一起闲聊，通宵守夜。这个行为象征着驱赶一切邪瘟病疫，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。第4个，爆竹。刚刚说到年兽害怕爆竹的声音，但是在中国民间还有多一个说法，就是开门爆竹，就是在新的一年里，家家户户打开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爆竹，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除旧迎新。放鞭炮的习俗到今时今日也变成了炒热气氛的方式，所以不只是在新年的时候才会放鞭炮。第5，拜年压岁钱。除夕之后就是初一，所有人都会七早八早就爬起来，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，然后去亲戚的家拜年。春节拜年的时候，晚辈就要先给长辈祝贺，至于长辈呢，就会把准备好的压岁钱，也就是红包分给晚辈。以前的人相信压岁钱可以压制这一只叫做岁的鬼怪，岁与岁谐音，所以当晚辈收到了红包之后，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岁。现金分发红包也变成了长辈在新的一年对于晚辈的祝福和鼓励。第6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年一定要穿红色，到处都要用红色呢？传说年兽害怕红色，所以为了驱赶它，每个人都需要穿红色。可是到了今时今日，红色就变成喜气洋洋的御用颜色，不管是婚宴、baby 的满月红鸡蛋啊，只要是所有开心的场面，就一定会用到红色。第7，舞狮舞龙。传说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，与四灵之一的麒麟一样，同是辟邪去恶的灵兽。因此每逢喜庆之时，每个人都会请舞狮，以求平安大吉。此外，在舞狮的最后，舞狮也会去采青。青在广东话是生菜的意思，也就是生财，所以舞狮也被认为能够逢凶化吉，带来财运的象征。第8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最普遍的习俗，就是食俗。有一个水果是在我们每一次过年都一定会看到的水果，就是柑。这个是广东人留下来的习俗，在广东话，柑就是金的谐音。拜年送柑给人，就表示送金给别人；换柑也就代表互赠吉利。然而，在家里放一箱柑，就代表家里有一箱金的意思。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过年通常都会吃的东西，就是年糕或者是汤圆。年糕就象征着步步高升的意思。至于汤圆，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团子，寓意着全家团圆的意思。还有，经常年夜饭的时候，家人都会煮得特别的多到很多时候都吃不完，要留到隔一天才吃。吃个年饭就代表去年的吃不完，象征着年年有余。But anyway， 春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团圆，是亲人团聚的日子，也是所有在外的游子回家欢聚的日子。新年不只是吃喝玩乐的日子，是彼此在新的一年里真诚的祝贺互相，希望互相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过得更好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利用这一个传统节日，珍惜难得见面的机会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最后，阿 Sam 在这里祝大家2020年有数不完的钱，数不完的平安，数不完的福气，数不完的快乐，数不完的幸福，还有最重要的数不完的健康。新年蒙福！谢谢那些耐心看到这里的朋友们，我是 Sam But Different 阿 Sam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